各位朋友啊，我常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呢，分为轻度、中度、印度啊，下一步就是超度了啊。那个中国和印度的边境，最近呢，军队呢又开始对峙了。那不说已经缓和了吗？说印度已经放开了，说中国去印度投资了，那他妈谁敢去啊？是吧？你看那坑的还不够吗？没人敢去啊。为什么又对峙起来了呢？还是印度这边呢，看到中国的这个士兵啊，在中国的一侧修建了永久性的豪华的这个后勤基地啊，于是呢，他们就开始眼红了啊，想去阻挠中国修建这种后勤设施，于是就对峙起来了。而且呢，印度一定要小心呐，这个中国一定要小心啊，因为中国网友有的时候觉得印度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是吧？62年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了，别说在26年的今天了，对吧？你可别掉以轻心啊！我告诉你啊，印度是真敢打中国的，为什么呀？因为三哥脑子里有病啊！你看。有一位印度的学者在彭博社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意思呢叫中印关系当然可以缓和，但前提是中国得做3件事儿：给印度投钱，转让核心技术，带动印度本地就业。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些，那缓和门儿都没有。作为一个对吧，县的一个指挥官，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一个诚意，对吧？你就跟他说，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的，但是希望我也能看到你的诚意。To show our sincerity, you can call us people by yourself. Okay. Also, our men can call your people by yourself. Okay, sure. You 20 people?别再自欺欺人，问印度敢不敢了，答案刺耳，但必须直面。印度不仅敢，而且日思夜想都想对中国动手。我平时刷国际新闻的时候，总看到有人留言说印度就是嘴炮，真打起来根本不敢。这话放在咱们这边看没问题，但你真去了解印度民间的想法就知道，人家可不是随便说说。前几年印度本土调研机构卡维洞察做过一次全国性调查，走访了12000多个人，覆盖城市和农村。结果有 72% 的受访者笃定，真和中国开战，赢的肯定是印度。后来美国史汀生中心也做过类似的民调，比例差不多，甚至还有60%多的人觉得这场仗2周就能打完，印度能轻松取胜。你可能觉得这数据太离谱，是不是样本选的有问题？还真不是，这种认知不是少数人的想法，是整个社会层面的集体印象。就说2020年加勒万河谷那次冲突，明明是印军越线挑事吃了亏，结果印度国内媒体翻来覆去的包装，愣是把败仗说成了英勇反击。好多普通人信以为真，觉得自家士兵给了中国很大教训。冲突过去才2个月，那份 72% 胜率的民调就出来了。你说这信息偏差的有多严重？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普通人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从根上就歪了。先说教科书，印度中央邦、北方邦不少中学的课本里关于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内容完全是颠倒的，说当年是中国主动越境，最后是印度军队把人赶了出去，打赢了战争。10几岁的孩子从课本里就学的是这套说法，长大了能对中国有正确认知才怪。就算是全国通用的主流教材，就算承认没打赢，也全网高原气候。我方突然出击，上面推绝口不提双方在后勤、装备、战术上的真实差距。再说到媒体，那就更有意思了。有机构统计过，印度 90% 以上的涉华报道都不是自己派记者实地采访的，全是转引英美通讯社的内容。真正一手的中国报道站比不到 5%。西方媒体本来就带着偏见写中国，赚了一手到印度，
内容只会更离谱。印度本土的主流媒体像今日印度、印度斯坦时报这些平时就爱炒边境话题，怎么能煽动情绪怎么来，一会儿说中国改变边境现状，一会儿吹自家武器有多厉害。前几年印度买了法国的阵风战机，国内媒体吹得没边，说一架阵风就能压制好几架五代机，这种话咱们听着像笑话，可不少印度老百姓真信。你要是去印度的社交平台逛一圈，离谱的言论更多。之前美版知乎 Quora 上有个印度网友发帖质问政府为什么还不向中国宣战，说印军1-2周就能占领中国。就这么荒诞的帖子3天拿了10几万赞，底下评论全是附和的。还有人认认真真排了作战时间表，说第1天拿下拉萨，第3天挺进成都，1周就能打到武汉。咱们看着像段子，可人家是真当真了。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印度有60%多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是亚太地区对华好感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当然了，嘴炮归嘴炮，实际行动上印度也从来没闲着。远的不说，2017年的洞朗对峙，印军越过已经划定的西金段边界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正常修路，僵持了2个多月。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更是印军一线部队违背双方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暴力攻击前去交涉的中方官兵，最后酿成了人员伤亡。这些事儿都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是人家已经一次次动手挑衅了。这些年边境线上的零星摩擦就没断过，印军底边修建设施、越线巡逻的事时有发生，人家从来没放下过动手的念头。我一直觉得看待印度不能走极端，既不能把人家想得太不堪，觉得人家全是嘴炮不敢动手，也没必要把这种民间自信太当回事。他们的认知偏差是长期信息封闭和舆论引导出来的，真到了实打实的较量层面，差距是骗不了人的。就说边境后勤，咱们这边公路、铁路修到了高原，物资补给1年4季都能跟上，还建了不少现代化的驻训设施。印度那边很多边境地段连硬化公路都没修通，冬天大雪封山，前线士兵连过冬的保暖物资都凑不齐，经常出现冻伤减员。装备就更不用说了，咱们的战机、火炮、后勤装备全是自主生产，要多少有多少。印度大部分装备全靠从各国采购，型号杂，配件少，打坏一件少一件，真打起来根本耗不起。可话说回来，这种全民性的认知偏差其实挺危险的，民间情绪被煽动起来了，政客为了选票就容易跟着硬，本来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小事，搞不好就会被民粹推着升级。这些年边境上的摩擦没断过，背后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情绪的影子。印度国内但凡有点矛盾，政客就爱拿边境问题转移注意力，把中国塑造成外部对手，靠煽动民族主义拉支持率。这套玩法他们已经用得很熟练了。咱们普通人不用跟着生气，也不用天天操心会不会打仗，该发展发展，该建设建设，边境上该守的守好，手里的家伙事练硬了，比啥都强。毕竟真到了要掰手腕的时候，靠的不是嘴炮和民意调查，是实打实的工业能力和后勤保障。你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自我陶醉没关系，真要伸手越界挨打的时候可没人惯着。小伟，你看完了我给你介绍的这些，你觉得中国政府你必须得有一个这个清醒的认识吧，别小看三哥，三哥是真敢揍你，因为他们不是正常人。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